我们努力了一辈子，但99%的精力都用错了方向。我们继续学习杂行卷12第299经。缘起并不是哪位神灵创造的，这就像万有引力一样，世尊只是发现了这个规律。缘起虽然很多人都会背，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巴拉巴拉巴拉，但真正的理解并不容易。尤其在古印度，还崇尚梵我一如，梵天，或者崇尚造物主，我的主，或者像耆那教崇尚灵魂，灵魂，或者崇尚现世的享受，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世尊只是淡淡的说，无明缘行，行缘识。第300经，当时有一婆儿们来拜访世尊，他问：乔达摩，您怎么看呢？一切苦乐都是自作自受的吗？一切苦乐都是自作自受的，这是过于极端的见解，我不予回答。这里说无记，根据上下文，实际的意思是否定，这不对。那一切苦乐都是他做他受吗？这也是过于极端的见解，这不对。为什么这两种说法都不对呢？如果认为一切苦乐都是自作自受的，就会堕入常见中；如果认为一切苦乐都是他做他受，就会堕入断见中。世尊所说是义说，是正法所说，离开这两种极端，只说中道，就是此有则彼有，此无则彼无，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一直到产生极大痛苦的集聚，无明灭则行灭，一直到所有痛苦的熄灭。为什么认为一切苦乐都是自作自受的，就会堕入常见呢？因为五蕴是生灭的，并没有一个恒常的主体，所以说作者和受者并不是一个。如果认为有个恒常的自我，就是常见。为什么认为一切苦乐都是他做他受的，就会堕入断见呢？他做他受这两种见解，一种是一切苦乐是神灵赐予我的，不管这个神灵是上帝也好，真主也好，都是神的恩典。恩典你的头啦！世尊从来就否定有个神灵决定一切。另外还有一种理解，反正五蕴中没有一个我嘛，那我随便做咯，反正没有我，这就容易陷入断见。他们没有看到自己当下的所思所想、所作所为，一直在受过去的影响，受周围环境和文化的影响，也会对未来产生影响。也就是说，世尊并不认同摩诃哪吒的名言：我命由我不由天。我命不由天，这没问题，我命也不完全由我，这过于狂妄了。那一个个都想建功立业，但一个个终将曲终人散。还有很多人把一切归因于基因，基因决定论，或者一切都是父母的问题，这些都过于极端。每个人的境遇和这些都有关系，如果一定要归因，基因可能占 20%， 生活的环境占 20%， 所受的教育占 30%，机遇和自己的努力占 30%， 这只是粗略的估算，这就是缘起，此有则彼有，此无则彼无，就是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。第301经，那离聚落，这是一个新的地点，也叫那离家，意义是河主，就在河边。带兵舍，意义是砖瓦舍。当时世尊住在那离家村落的砖瓦舍中，沈陀迦旃延尊者来拜访世尊，他问：世尊，您说正见，什么是正见呢？世尊您怎么定义正见呢？这里的处应该是复，为取所处是为取所复。世间大多数人都持两种极端的见解，或者认为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有见，或者认为一切都是虚无的空见，因只取这两种见解而被束缚，或者只取有，或者只取无。当只取有的时候，那是拼了命的抓取，多半犯难，这是大多半人的情况。当只取无的时候，一切都没有意义，怀疑人生了，又陷入虚无，这是躺平族的现状。如果没有只取，当面对外境时，就不会攀缘只取，不会认为有一个恒常不变的自我。当痛苦产生时，知道痛苦产生；当痛苦熄灭时，知道痛苦熄灭。对此不再疑惑，也不再怀疑，不再需要他人指点，自己就能领悟，这就是正见，这就是如来所定义的正见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能如实以正慧观察世间事物的极起，就不会认为世间是虚无的。
能如实以正慧观察世间事物的坏灭，就不会认为世间是永恒存在的。这就叫脱离有无二边，依中道而说，就是此有则彼有，此无则彼无，就是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一直到产生极大痛苦的集聚，无明灭则行灭，一直到所有痛苦的熄灭。僧陀迦旃延尊者听完之后就证得阿罗汉。大道理都好说，我可能错了这一系列，毕老师用一辈子来理解这句话，多少人可能多少辈子都没弄明白。第302经，当时世尊住在王舍城的奇舍绝山中。那天他穿上袈裟，拿着钵盂下山到王舍城乞食。阿智罗指无衣裸行，应该是耆那教的。裸行迦摄为了处理一些事情，要从王舍城到奇舍绝山。他从远处看到世尊，就来到世尊面前说：乔达摩，我想向您请问，不知您有时间为我解答吗？现在不是时候，我正要进城乞食，等我回来后将会为您解说。裸行迦摄并没有放弃，不依不饶，接着第二问、第三问。乔达摩，您为什么为难我呢？您为什么对我差别对待呢？我现在想向您请教，请您为我解答。那你问吧。乔达摩，您怎么看呢？痛苦是自己造成的吗？不是的。那痛苦是别人造成的吗？也不是。那痛苦是由自己与别人共同造成的吗？也不是。如果痛苦不是自己造成的，也不是别人造成的，那是无因无缘产生的吗？都不是。您这是啥意思啊？您说这些都不对，难道没有痛苦吗？不是的，痛苦是实实在在有的。善哉，乔达摩，您说这痛苦是实有的，请您为我说法，好让我能知苦见苦。后面这段内容翻译的有些问题，如果结合上面的几篇，意思就清楚了。为什么说痛苦不是自己造成的呢？因为这容易堕入常见。为什么说痛苦不是别人造成的呢？因为这容易堕入断见。同样，如果说痛苦是由自他共同造成的，或者无因无缘产生的，这也不对。我只说中道，是因缘所生，此有则彼有，此无则彼无。世尊说完后，裸行迦摄就远离尘垢，证得法眼清净，证得出果。他合掌说：世尊，我现已得度，我从今日起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此生之后都将作为居士，请世尊为我正知。之后他行礼离去。刚走不久，他被一只保护小牛的母牛撞死了。他在命终之时，诸根清净，容貌安详。与此同时，世尊入城乞食，其他也在乞食的比丘听说裸行迦摄听法后被牛撞死了，他们就来向世尊报告。他们问：世尊，他将投生哪一道呢？在哪里受生呢？将得到什么果报呢？裸行迦摄已经见法，依照正法导向寂寂涅槃，已经证得涅槃，你们应当去供养他的遗体。世尊给裸行迦摄受记，证得阿罗汉果。听法之后被牛撞死，在不同的传承里都有这样的故事，但被撞死的主角有些差异。在相应部里，裸行迦摄是听法后出家了，几个月后证得阿罗汉果，这个结果更靠谱一些，所以证出果后马上证阿罗汉，大家可以就当个故事听听。303经是类似的，略过，卷12就讲完了。继续讲卷13 304经。当时世尊跟比丘们说：我现在为你们说法，初善、中善、后善，有完善的义理，意味深远，具有清净圆满的放行。你们仔细听，好好思考。有个六六法。什么是六六法呢？就是六内入处，六外入处，六识身，六处身，六受身，六爱身。什么是六内入处呢？就是眼入处、耳入处、鼻入处、舌入处、身入处、意入处。什么是六外入处呢？就是色入处、声入处、香入处、味入处、触入处、法入处。六外入处是进入身心的通道，色声香味都好理解。触入处有不同的归纳，有说11处，有说8处，大同小异，知道是什么就好理解了。
八处指动、养、轻、重、能、软、色、滑，有时再加上饥、渴。比如有时候坐着坐着身体就想动，有时候还会摇啊晃呀，甚至还会跳动。神叨叨的人就会说：哟，我打通了任督二脉。你当然打通了呀，不打通你就死了。你越琢磨越好奇，这些动作就越剧烈，你就越觉得哟，我开悟了。开悟你的头。有段时间我打坐的时间一长，旁上腿都会在坐垫上一跳一跳的，我并没有故意去跳哦。后来被老师骂了一通，我心里还不服。你看别人打坐都不会跳，就我会跳，必有异象。你越这样琢磨，这样期待，这些现象就越容易发生，越频繁发生。之后我不来去管它，也不来觉得奇怪，这股力量就过去了。其他的触感也差不多，有时候身体需要我们照顾，太冷太热，饿了渴了，这时候需要处理，有时候还需要按摩，那更是动养轻重冷暖色滑。有时候身体只是想引起你关注，就像小孩子哭闹，你越好奇越担心，小孩子就闹得越凶，你不管了，小孩子反而会平静下来。不同情况不同的处理方法。什么是六识声呢？就是眼识声、耳鼻舌身意识声。什么是六处声呢？就是眼处、耳处、鼻处、舌处、身处、意处。什么是六受声呢？就是眼处身体感受，耳鼻舌身意处身体感受。什么是六爱声呢？就是眼处生可爱，耳鼻舌身意处生可爱。这里的触生爱其实是因根尘识相触而生感受，因感受而生可爱，这里是略说。如果有人说眼根就是我，这样的说法不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眼根是生灭法。如果说眼根就是我，那么我就是生灭无常的了。所以说眼根就是我，这样的说法不对。因为我们所称的我，就包含着永恒的、唯一的、主宰的意思。比如我们不认为自己的财产昨天是我的，今天就不是我的了。我们也都默认昨天的我就是今天的我，小时候的我就是现在的我。但其实这一切都是生灭的，你找不到一个永恒的、唯一的、主宰的我。同样的，色尘或者眼识或者眼触或者眼处升起的感受或者眼处升起的可爱，如果说这些就是我，这也不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都是生灭法。同样的，其他五根也一样。所以六内入触、六外入触、六识声、六触声、六受声、六爱声、636种法都是无常生灭的，都不是我，也不是我的。后面这一段翻译的有点问题，我们看一下对应的中部第148经的六六经。前面的内容大意都能对应上。比丘们，这是导向身见即起之道。当观察眼根时，认为这是我的眼睛，这是我，这是我的真我。当观察这36种法时，都认为这是我的，这是我，这是我的真我。我们的身见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，这是普通人的常态。比丘们，这是导向身见灭尽之道。当观察眼根时，认为这不是我的眼睛，这不是我，这不是我的真我。当观察这36种法时，都认为这不是我的，这不是我，这不是我的真我。我们的身见就是这样破除的。比丘们，因眼根和色尘而生眼识，眼根、色尘、眼识三者合而有接触，因接触而有感受，快乐、痛苦或者不苦也不乐的舍受。产生快乐的感受时，生欢喜、赞叹、执着，贪爱烦恼越来越多；产生痛苦的感受时，生忧愁、疲惫、悲伤，捶胸顿足、哭泣，陷入迷乱，嗔恚烦恼越来越多；产生舍受时，没有如实了知感受的激起，熄灭爱畏、过患、出离，无明烦恼越来越多。比丘们，没有舍离源自快乐感受的贪爱烦恼，没有舍离源自痛苦感受的嗔恚烦恼，没有舍离源自舍受的无明烦恼，没有舍离无明，智慧没有升起，不可能在现世到达苦海边际。就像这样，六根、六尘、六识都一样。比丘们，因眼根和色尘而生眼识，眼根、色尘、眼识三者合而有接触，
因接触而有感受，快乐、痛苦或者舍受。产生快乐的感受时，不生欢喜，不赞叹，不执着而安住，不增加贪爱烦恼；产生痛苦的感受时，不生忧愁、疲惫、悲伤，不捶胸顿足、哭泣，不陷入迷乱，不增加嗔恚烦恼；产生舍受时，如实了知感受的集起、熄灭、爱畏、过患、出离，不增加无明烦恼。比丘们，舍离源自快乐感受的贪爱烦恼，舍离源自痛苦感受的嗔恚烦恼，舍离源自舍受的无明烦恼，舍离无明，智慧升起，就能在现世到达苦海边际。就像这样，六根、六尘、六识都一样。比丘们，能像这样观修的多闻圣弟子，会厌离眼根，厌离色尘，厌离眼识，厌离六内六处、六外六处、六识身、六处身、六受身、六爱身，由厌离而离欲，由离欲而解脱。当解脱时，他自证知之已经解脱，我身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皆办，知之不受后有。世尊说完之后，有60位比丘证得阿罗汉果。这篇很有力量。我们这一生中都付出过很多努力，谈了太多的恋爱，你侬我侬，说了太多无用的废话，喜欢上抽烟、酗酒、赌博、看黄片、刷手机，或者职场里、生活中机关算尽，太聪明，反误了卿卿性命。我们99%的努力都用出了方向，拼尽全力也只得到了1%的回报，还激发了更多的烦恼，把我们引向更深的轮回。还有很多营销陷阱，鼓吹要刷遍米其林餐厅，周游世界，或者鼓吹各种分裂和矛盾，就喜欢看大家争得鱼死网破。我们必然要面对求不得的失落，要面对人生的低谷，面对焦虑和抑郁。但也不是说你就不用努力了，没有追求了。这最终还要看你想求什么。如果从字面上理解，不要追求这些啦，都是无常的，要厌离，就这样吗？还记得毕老师的确想解脱，出家了17年，17年后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的世界，而且他还发现自己竟然已经无法在社会中立足，又不得不想办法赚钱生活吗？你真以为不像普通人那样成家立业，不像普通人那样积累财富，就是冰清玉洁高雅了吗？就不要面对现实的压力吗？就没有挑战了吗？你到哪里都逃不开。但当你追逐欲望时，面对生活的种种困境时，这里有我吗？没有的。我们没必要逃避现实生活的逼迫，你逃不开的。即使你跑到深山老林中，到头来还是要面对。直面当下的一切，但这里没有什么是我的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世尊这里说得很明白，但这条路只能你自己走，自己领悟。保持清醒，不要人云亦云，不要盲目从众。好，感恩老师，感恩诸位阿罗汉，感恩大家花时间听法思维。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都能到达苦海边际。有问题到星球，我有问必答。欢迎大家关注公号你好阿涵，只跟你说不忽悠可实践的正念冥想，何以解忧，唯有阿涵。欢迎点亮转发关注充电，欢迎加入频道会员，把视频传播给更多的人，会让你平安吉祥，一切顺利。谢谢。